喂，喂，你是不是住在302那个老王啊？对，你是哪个？我是哪个？我是住你隔壁301的那个婆娘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好个屁啊好！我硬是发觉你一点脾气都没有。又咋个嘛？做啥子？哼！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你老婆吵架了嘛？对，是啊。对了咯，吵架的时候，你老婆是不是这样说你们嘛？她哪样跟你说的嘛？她说是噻，你去找隔壁那个婆娘噻。隔壁的婆娘一个人在屋里，你每次看到她眼睛都冒星星，你去找她噻，你去找她噻。连续说了好几道，喊你找隔壁的婆娘，找隔壁的婆娘。我把门开着等你。不会哟。你就是不来呀，害得老子一晚上都没睡觉。哎呦我的妈！发现没？办公室挂的字画和老板的人品是相反的。挂天道酬勤，那老板能把人知识的脚不沾地儿；挂上善若水，心比谁都狠。写难得糊涂，那家伙鬼精鬼精的。宁静致远，脾气沾火就着。挂着舍得，那抠门都能抠出你的大粪来。诚信赢天下，奸诈老油条，爱拼才会赢，胆小如鼠。大道至简，规矩比谁都多。挂着格局，数他自己最没格局。忍比谁都凶狠，挂着精气神儿，那家伙颓废的。厚德载物，数他最缺德，缺德带冒烟儿。只有挂春时验孕的老板才是真性情。完蛋了，啥也不是。自家老公再不好，也比别的男人强，有事还得老公帮，更是孩子亲爹娘。夫妻结婚不容易，各自都有小脾气，日子久了都会腻，缺点暴露也无疑。人无完人别去比，比来比去气自己。人生哪有太如意，磕磕绊绊是常理，彼此包容是真谛，老了还得靠夫妻。请问你酒量好不好？我这样跟你说吧，雪花不飘我不飘，青岛不倒我不倒。不要问我酒量好不好，遇到帅的一杯就倒，遇见丑的千杯不醉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于小哥帅与否。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你得扛起走。老公决定你的命运，你还别不信哦。今天有个粉丝问我嫁什么男人最好，其实不管女人嫁给谁都感觉很倒霉。如果你老公是开饭店的，那你就有切不完的葱，剥不完的蒜，擦不完的桌子，端不完的饭。如果你嫁个老公那卖家电，样品摆了一大片，你就不能出门，只能看店。进货容易卖货慢，生意好了又忙得你团团转。你要是嫁个种地的呀，打药除草挖土非你莫属。嫁个老公卖海鲜，腥味一闻一整天，手套一戴围裙一拴，时刻担心鱼儿把肚翻。嫁个老公干装修啊，水泥渣子用手抠，每天还要把工具收。嫁个老公卖猪肉，你的身体就不会瘦，卖剩下的吃不够，身上的脂肪是越长越厚。你要是嫁给公务员啊，收入稳定能存钱，日子过得很清闲，吃香喝辣笑得甜。你要是嫁个厨师呀，不愁吃不愁喝，桌上的菜是一抹多。要是当个厨师长呢，工资高的不敢想。哎呀，老公要是卖钢材呢，又是搬来又是抬，汗水顺腿打死海。嫁个老公开货车，饿不完的肚子憋不完的尿，看到厕所就想往车下跳。姊妹儿，命里一尺篮球一丈，穷日子穷打算，富日子富装扮。有钱把日子过好，没钱把心情过好。你嫁一座金山银山，都不如活得快乐平安。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，我妈说了她不会同意的。等等，要不我再跟阿姨商量商量吧。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妈说你这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实。等一等，我就一收破烂的，你们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，我再谈不就完了吗？你有必要搞得像我要跟你结婚，彩礼没给够似的吗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社会上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听完了你一定会有所感受的。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呢？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第一，未婚同居的越来越多，可是这婚后同居的呢却越来越少了。那么
第二呢，就是父母过世之后自己不哭，反而花钱雇人来哭，难道你们不心疼？你们不难受、不伤心吗？这第三点啊，就是有一些宝妈明明自己的奶水非常充足，可偏偏要给孩子喝奶粉，还说什么奶粉要比母乳的营养价值高。那第四呢，就是努力工作的人基本上不会来事儿，而会来事儿的人呢，基本上都不做事。这第五就是现在一个小孩需要2代人来负担上学，还需要买学区房。第六，孙子没有养奶奶的义务，这奶奶也没有养孙子的义务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孙子啊，大多数都是由奶奶来带的，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，上学送，放学接，把奶奶累得跟孙子一样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个奶奶是袖手旁观的呢？没有吧。第七，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父母是不闻不问，不管不顾啊，生病了也不管不看。这父母要是生病了，或者是需要点钱，问儿女要钱的时候，他们给父母点钱是横竖都不愿意啊，那叫一个心疼啊。可是呢，他的宠物一旦是生病了，那可不得了，那叫一个细心照顾，陪伴左右，花钱如流水，一点都不心疼。对这个猫猫狗狗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。第八，就是物业是业主请来管家的，业主本来就是主人，可这个物业呢，他是来服务的呀。但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物业比业主还要霸道，他给业主定了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，稍有不满意，他就给你停水停电。第九，上班一个月2、3千的人，却看不起一个月入过万的外卖小哥。第十，现在有一些女性啊，用着10级的美颜相机，各种自拍，拍出来的照片那叫一个自信，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倾国倾城的人，哪个男的啊都配不上她。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交通啊越来越发达了，但是呢，亲朋好友的关系呢越处越淡了，越走越远了。再有啊，就是这些小姑娘不喜欢小伙子，却喜欢上了大叔。说起这也怪啊，那些小伙子也不怎么喜欢小姑娘了，他们却非常喜欢大姐，非要娶一个大姐回家过日子。这烧香的也不一定是善人，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，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可能是唐僧，同床的不一定是夫妻，可能是兄弟。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去理解这些现象呢？评论区咱们一起聊一聊吧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的社会百态。为什么现在离婚的越来越多？我也不想啰嗦，直接跟你们唠唠嗑。据统计啊，60后打死都不离，70后在纠结离不离，80后过不好就离，90后呢是看不顺眼就要离。那离婚率高哈，我认为全怪那个造床厂。为啥子这样说呢？有句话叫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。以前的床呢是1.2米、1.5米宽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就压到手弯弯，顺势就往怀里钻，那脸对脸，怀对怀，再多的气也生不起来。现在的床哈是1.8米、2米长，中间空出来的位置都能挖口鱼塘，咋个翻都挨不到对方，所以装都懒得装，第二天起来照样气得心慌。床越做越大，人越睡越远，感情自然越来越浅，自然就有离婚的危险。所以大家要牢记啊，澄清一对蜡，悔清一碗茶，草无心不发芽，人无心不繁华。入室早脱鞋，浴室早安排。不想离婚的朋友就赶紧把大床换小床，这件事情赶紧安排起来。有道理。女儿的颜值由谁来决定呀？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女儿的颜值高低是多由爸爸来决定的。首先，爸爸对女儿肤色的影响高达80%。第二是鼻子，女儿的鼻子啊有一大半的几率会遗传自爸爸。第三是眼睛，爸爸如果是大眼睛、双眼皮，那么女儿的眼睛也会特别漂亮。最后呢，女儿的性格一般会遗传爸爸，所以很多爸爸看到女儿就仿佛看到了缩小版的自己。你家的女儿是这样吗？